é sobre ter todas as pessoas do mundo pra si. É sobre saber que em algum lugar alguém zela por ti. Yeah, but my heart is in Havana. My heart is in Havana. Ooh, and then I had to tell him like I had to go. O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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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Havana, na na. Bartolito era un gallo que vivía muy feliz. Cuando el sol aparecía, Bartolito cantaba así. Enséñale lo tuyo, comparte sus momentos, y él vive a cada instante la fuerza de lo nuestro. Enséñale lo tuyo. Comenzó la fiesta venezolana, la tarde con su belleza desgrana, el llanero, su garganta que raspea, se escucha. Quien sufre y ama sabe ser cantor. Canta la rama su historia de amor. Pájaro amante quiere anidar, pero va de flor en flor y simulando su corazón。欢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相信大家也猜到了，这就是探索美洲第2季。第一个目的地呢，就是南美洲的心脏巴西。提到巴西，你会想到什么？是热情奔放的桑巴，是 Rio de Janeiro 的 Carnival， 还是传奇的足球文化？但其实巴西的魅力远不止这些，他们占有亚马逊雨林总面积的60%，有世界上最宽的伊瓜苏瀑布，还有各式各样的地道美食。而这次探索美洲第2季，就想大家看看一个真实的美洲，不只是明信片上面的风景，更是那些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故事和人情味。那么，我们从巴西来开始这趟旅程吧。巴西因巴西红木而得名，南美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经济体，人口超过2.15亿，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货币使用巴西雷亚尔。北部属热带雨林气候，南部则为温带气候。在1500年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就有300万原住民居住于此。之后，葡萄牙与法国、荷兰展开了殖民地的争夺，直到1654年，葡萄牙才完全控制巴西。来到19世纪初，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迫使葡萄牙王室流亡巴西，也因此巴西殖民政策才得以松绑，其地位提升到等同于宗主国，经济与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回到欧洲战场，拿破仑战败，葡王室迁回里斯本后，便想收回巴西殖民地的权力与地位，导致巴西正式独立。之后废除奴隶制，迎来了移民时代，吸引大量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移民。新移民也让巴西进入工业化，经济腾飞，但同时巴西也陷入军人与文人交替执政的困境，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实现民主化。大家应该也看出来，这里呢就是深圳的机场啦。我这趟航行呢是从深圳出发，然后去成都，再从成都飞洛杉矶，再从洛杉矶飞巴拿马，在巴拿马飞圣保罗，哇，非常的曲折。这趟旅程呢，价格是4000人民币，还是非常划算的。因为是要在洛杉矶转机，所以说你要提前办好美签的。我这边是有10年的美签，我已经更新好那个 EVUS 的，但我的 buff 是叠满了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是去了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就是去过这些地方呢，都要在更新这个EVUS 上面要体现出来了。所以说，到时候我再入境美国的时候，希望他们不会查太严啊。哦，对了，去南美洲的话，跟去非洲是一样的，也要注册这个
黄热病的疫苗的，然后就会给你一个这样的黄色本子，上面呢是10年有效的啊。我当时去非洲的时候就是打了黄热病疫苗，所以说去南美洲也是有用得上的。相信很多观众呢也是从探索美洲系列的视频，然后开始关注我们这个频道的，所以这次呢又是重回美洲，然后把之前没去过的地方呢再补上了。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是从哪个视频然后开始关注我们这个频道的。同时呢我也会留下我的联系方式，如果你在美洲，然后你有故事，亦或者你觉得你所在的地方值得分享给大家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你有故事，我有美酒。现在呢已经落地成都的双流机场啦，现在准备去成都的天府机场。从西半球到东半球横跨了15个时区，耗时13个小时，终来到了洛杉矶。有点时光穿梭的感觉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有趣的事情啊。我是从成都登机的嘛，那时候是11号的10点半，现在到洛杉矶呢这边也是11号的8点半。现在呢已经入境洛杉矶了啊。由于呢我之前去过叙利亚、伊拉克、伊朗，buff点满了，所以说呢又拉进小屋，但是问了很简单，大概就5分钟左右了，就问我去那里干嘛，我的职业是什么，然后就出来了。现在呢就在这边重新办理值机，然后就去巴拿马，再从巴拿马去圣保罗啦。现在呢已经到巴拿马机场了，我现在整个人都是晕晕的，我都不知道转多少趟飞机了。刚刚非常惊险啊，那个飞机都已经快到跑道了，然后又紧急拉升，然后结果他们说是因为那个机场交通繁忙，挺逗的。然后上面又转了一圈，然后重新再下降。从西半球到东半球，再从北半球到南半球，整整2天2夜，终于来到了探索美洲第2季的第1站——巴西圣保罗。圣保罗呢，也是整个南半球最大的城市啊，同时呢，也是整个拉丁美洲最大的城市。圣保罗是几位传教士在巴西东南面距离大西洋海岸70公里的地方建立的小村庄，属于热带高原性气候，全年平均温度在20摄氏度，气候宜人，地理位置优越，让其逐渐发展成为通往内陆的门户。在1711年，圣保罗正式建市。来到19世纪，佩德罗2世废除奴隶制，导致劳动力短缺，巴西从而将劳动力转向海外移民。新移民带来的技术与知识，让圣保罗在工业革命和第2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成为制造业之都，也让这座小村庄成为巴西乃至整个南半球最大的城市。现今人口超过2000万，是巴西的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在巴西这边入境真的非常的奢华，只问了我来这里干嘛，我说旅游，然后就 OK 了，就盖了一个章，然后就出来了。而且呢，我是提前在网上面就买好了那个eSIM卡，所以说我现在也没有那个流量的烦恼啊，来这里就有网络了。圣保罗呢是有3个机场的，这个机场呢是离市中心比较远的一个机场了，大概从这里到市中心要30公里左右。我叫了一个 Uber， 价格呢是102，也就相当于是120多人民币啊。Working food in Japanese, in night working Uber. 在圣保罗呢，就是晚上市中心比较危险的，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街友啊。然后 Yeah, told me that this area is dangerous, right? Yeah. Ciao ciao. 2天2夜，终于到住的地方了，我都快累坏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住的地方吧。这边是一个前花园，一个独立的公寓，也不能叫别墅啊。然后进来呢，就是有厨房，然后有那个电视机，有一个桌子，还有一个不是很大的床。往这里进去呢，就是一个厕所，而且还是干湿分离的。然后大家猜一下，这么一个房间多少钱？它位置呢就是在市中心的啊。
价格是160人民币，有猜对吗？那么今天先到这里了，我真的太累了，明天见吧。大家早上好，我住的这个地方呢，真的很安静啊，所以说睡了一整天，感觉充满电了。现在带大家去逛一下这边的一个东方大街，就在这附近的。这个小区安保还是挺好的，还有这些门禁才能进来的啊。不过这也变相的说明外面不是那么的安全啊。Hi, hola. This is English? This is English. English, yes. Oh, perfect. Can I walk along in the midnight? In midnight, Yeah. it's not so safe. 可以看到路旁边那些高档的小区，然后跟路边的街景有点格格不入的。这是当地的一个水果摊位啊，可以看到这边一个哈密瓜价格是26，然后这种番石榴1公斤是5-6左右啊。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是卖芒果的，一个呢是5-6，要是3个的话就是12-6。然后这边是卖香蕉的，1公斤的话是6-6。我身后呢就是东方大街了，也就俗称的日本街，是20世纪初日本的移民相继来到这边来定居所形成的一个社区啊。在他们形成一个社区之后呢，相继像华人啊、韩国人啊也来到了这边，所以这边呢其实叫东方大街可能会更为贴切一点。20世纪初，首批日本人从神户港出发，乘坐立户丸号抵达巴西，来填补因废除奴隶制导致的劳工短缺，从而拉起了日本移民巴西的帷幕。第二次日本移民则是2战结束后，许多日本难民选择逃亡巴西。随着来的日本人越来越多，逐渐在里贝达形成了如今的日本大型社区，是世界上最大的日本海外侨民群体，占巴西总人口的1.09%。约有200万日裔居民分布在巴西的各个领域。这是一个卖亚洲食物的超市，这是日本的一些方便面，他们叫拉面啊。波子汽水价格都是在15.8块一瓶，蓝莓1盒是16.3块。这是日本的电饭煲吗？大的一个是2790。那这小的是2556，像这个千岛酱我也经常用来做三文治吃的，这个大瓶的是48.56，一份素菜的寿司是28，然后这边一份沙拉是19.5块，一份炒面也是25。Are you Japanese? Brazil man. How old are you? 18. 18. Oh, so young, teenager. Yeah, I go to college. Yeah, so that's your part time, right? 这是我到巴西的第1顿饭啊，一份炒面，一个波子汽水，加起来一共是46啊，味道还行啊，它不是那种很重口味的啊。日本的食物都比较的清淡了，虽然看起来很油。刚刚那个是日本超市的价格是比较贵的，来看一下当地的超市吧。像这么一袋米是6块钱，一瓶这个是豆子油吧，价格是8.5块，20个鸡蛋16块钱，矿泉水3.4块，西瓜的话1公斤是5块钱。这是第一栋来增加的这个。对，这是第2栋。哦，还有弄3栋。对，早上会有一个点心 OK， 然后中午会有一个午餐，下午再一个点心。哦，就是3餐。全天制，如果在学校全天的话，全天制。一般这边的孩子是半天巴西学校，半天中文学校。OK， 这样子。这是一个小班，在巴西的中国孩子，妈妈、父母亲都希望有一个学中文嘛，都想学中文。这边是一个游戏室，但是现在是锁起来。这边是一个大班的教室，因为他们马上升1年级，所以他们的课桌椅是以小学的高度。那咱们这里是从小班。小班就有，小班就有，然后到初中都有。到初中，对。对。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啊？学生？上午班和下午班加起来有300多个。这边是疫情之后开放的。哦。然后这边就是小学部。普文教室、普文基础班。也有大孩子刚从中国过来的，因为现在休息时间，所以是可以用那个手机的啊。OK。这边是一个低年级的普文教室。哦 ，OK。这边是1年级的中文教室。
这边是2年级。帮忙一下。对。他们读的是国内版的啊。哦，国内版的。对。哦，像你这么说，其实教材还不一样哎，你就还有国内教材，还有就巴西本地的教材吗？是的。在中文方面的话，我们尽量使用国内版同步的，因为有一些家长他们是希望就是说，孩子们到高年级之后可以回中国读中文这样。哦，这样子。其实每一位家长的需求不一样。对。刚刚你说还有那个 HSK 考级是吧？是的，是的，因为有一些孩子会想要回中国读大学，那如果说我们中国大学要申请的话，可以申请，但是有条件嘛，HSK 考试要6级以上，对，还有就是说2个教务主任的申请书，他们的推荐信这样。那第一就是我们中文学校的推荐信，还有巴西学校的推荐信。然后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父母亲那边的，就是说他们要住满，孩子要在国外住满5年，目前是这样，每一年都在变。对。那相对从国内来考清华北大已经简单很多很多了。对于海外的孩子们是这样。是的。这边也是一个基础班。OK。因为现在下课时间没有学生，可是等一下上课。基础班是教一些什么课程？就是葡文的基础。葡文的基础。因为有一些孩子，比如说10岁以上过来，也有那种14岁以上过来的，他们完全没有基础，但是要衔接巴西学校的话就比较困难。那这么说，我们每一个学生的情况都很不一样。都不一样，对。也有那种就是在这边长大，但是他没有中文基础，但是后来比如说10岁以上想要学中文，对，他只会葡文不会中文，那我们就会对，就会提供一些就是葡文中文基础啊、拼音基础啊，这样让他慢慢学上来。主要我们葡文呢，除了葡文基础以外呢，我们还有就是辅导孩子们在巴西学校的作业，因为有一些家长他没有办法就是辅导孩子们完成巴西学校作业，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提供这个课程。葡文老师的话，很多都是USP 的，USP 的，就是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然后有一些会说中文，因为圣保罗大学也有那个中文系的，就是一个图书室。然后呢，我们的书有一些是中国那边赠送的，提供的，对。我们学校呢是免费提供午餐的，所以孩子们不管是读早上还是下午，都在我们学校吃饭，吃午饭。那咱们这边是有自己的厨房吗？可以去做吗？还是说是从外面买？自己的厨娘做，我们有聘请厨师。课程还挺广泛的，数学也教的。年级对应的数学，对，都是国内版的。中国跟巴西的教育，就是你觉得区别比较大一点？在中国好像比较多是死记硬背，在这边比较活泼，比较是有探索欲小朋友。对。我名字叫吴雨鹏。我有10岁。我是5年级的。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吗？平时喜欢做什么？我是喜欢画画，就比如在那个 YouTube 人家发的电影那些娃娃我都喜欢画。OK。或者是在游戏里面我都会创一些娃娃，然后之后弄他们样子来玩。OK。那你长大想做什么吗？我也想要放那些电影在 YouTube。书是我们的好伙伴，很好。这个让，来你回去练习把这个让，不是让，还是让，再念一遍。让，慢慢学啊，回去练习哦。让，你说给，让，你说给是可以。给它改成给就好了嘛。他给我们学会充实啊。可是我不习惯。他不习惯，你说让。我说不出来，你说不出来，你不习惯。它不是个让，它是个让。正常应该是广东人。广东我也是，我也说不出来。广东人是这样子，还有福建人是昂不出来。对。福建人是昂不出来。改了就好了。对，进来看一下。大班的。
今天我要朗诵的是常怀一颗感恩的心。谢谢陈院长接受我的专访啊，谢谢。那你可不可以就简单的跟观众介绍一下，就是你的一个成长经历的过程呢？我是一个爱小孩子的，非常喜爱小孩子。我18岁就进入了这个教育界，18岁刚开始进入的基隆的市政府的托儿所，市政府的教育局那个社会局的托儿所，我在那边托儿所教了大概8、9年吧，我们我所接受的教育是美国的教育，美国式的彭都勒的教学方式啊。我在台湾待了那么多时间，在台湾6读托儿所是我创办的，社会局说，这个让你办，那你就要办了啊。托儿所还有信义国小的幼稚班也是我办的，也是我办的。然后来到巴西，这个因缘际会呢，因为生活环境低的，所以我在巴西办了第一家中文学校，是礼拜1到礼拜5的中文学校啊。因为之前已经有人办礼拜6跟礼拜天的，礼拜6是中华会馆办的，礼拜天是天主堂办的啊。那都说礼拜1到礼拜5没有一个这样的学校，所以我第一个出来创办的，现在已经进入32年了。怎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来到了巴西？因为结婚。本来我不要结婚，我是单身主义者。我说我老了我当老师嘛，我老了，我到孤儿院去去爱那些没有人爱的孩子啊。我本来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结婚的关系呢，我就跟着我先生到巴西来。刚开始来的话，我们是在农场，在一个乡下摩利那个地方有很多台湾人，很多台湾人早期移民都坐船到巴西来创业的那边是一个中国村，但是我住的是日本村当初那些中国人大部分在种菇，种洋菇这样子那因为我公公本身是日本农业大学毕业的，然后跟他们就打成一片，非常的好，在那个地方，所以我的农场是在日本村里面。后来，但那10年在种菇的生活，靠天吃饭，因为我是学教育的，在台湾教了16年了，根本没办法适应那种生活刚来的时候好可怜，我4年不能唱歌，就是不能唱歌，心很可怜的，很苦闷。然后呢，也不敢打电话回家，拿起电话我就会哭我也不敢告诉台湾说我多可怜，我怎么样都不敢。然后到第9年呢，摩吉有一个教会学校，他们来邀请我出来参加，参加这个当老师就对了。那因为我是个佛教徒，我说我到你们的教会去教，会不会影响你们教会啊？他说不会，那个当长老啦、牧师啦、校长啦，来我家3次。后来我说好，我就出来，开始就10年后我才出来教，开始从事我的教育工作。发现很多中国人的孩子，中国人都讲自己的家乡话比较会，孩子不太会讲国语生活上呢也比较巴西化了我觉得中国文化必须要在巴西发扬，所以我的教育理念是发扬中华为心愿，培育中华幼苗为目标，所以我办立一个幼华学园，早期是叫幼华学园因为是幼无幼以及人之幼，我是幼无幼要有中华民族的幼苗，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说你是幼华，你是幼稚园而已，不是，我从幼稚园到高中都有就是教中文甚至于教葡文。你开始是先用繁体字教学是吧？刚开始我是用繁体，因为我不会那个简体字然后家长也真的，我们各省的家长，像目前都是当侨领的他们的孩子都送过来，他们都送过来，他们很支持这个教育，很重视我们中文的教育，很重视我们中华文化跟我们的礼节，非常重视。所以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在巴西的社会上已经在立足了，很优秀的人才这是我很骄傲的事，很骄傲的事然后呢，就是刚开始教这个繁体字，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转移教简体字。那简体字刚开始，因为我没有什么后辈的什么同乡会帮忙，我是一个人出来创业的，所以呢，我自己就跟着旅行团，跟着到大陆去旅游，然后说休息时间就有导游，赶快你带我到清华书局去买书，到处买资料这样子的。然后来慢慢的，那相当于是简体字是你后来学的。简体字其实我看得懂学过繁体，要学简体很容易，很容易。只是要叫我写的话，我写那什么 p 那个我不会，我还要写那个符号，注音符号。
然后呢，就是办了之后，慢慢的我老师越来越多啊，学生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那个教务主任，好，他在这里已经快30年了，已经应该是20几年，快30年了。他是青岛师范学院的，我是来自台湾的。昨天那个访问我那个老师就说，哇，那你们是两岸结合的一个什么学校？对。然后他的思想跟我的思想一样，我们都是从教育。发扬中华文化教育，我们的观点一样，所以说我们两个很合得来啊。是哦，我要什么他知道，他要什么我知道。像我们刚刚训练学生，他的思想跟我们两个思想就很融通了。所以说这么多年其实也不容易，已经像家人一样了。巴西是有3个月的假期，我的假期全部不放假，照样上课。我们1年只有放假15天，就是大概12月的中旬到。月初到12月开始到，顶多是元旦放假嘛，哈，1年大概只放15天的假期，因为巴西老师、巴西工人，你必须给人家放啊，他们家放1个月的，可是我都不放假的啊，所以我们就放15天，我们1年只能放那15天而已啊，让家长没有后顾之忧。还有第2个，家长们不用为孩子的点心啊、饭啊、点午餐伤脑筋。所以我30多年来，我就免费供应午餐，一直到现在还在做。我们的老师有的根本就不是当老师的，本来就是国内是其他的企业，是哈。可是因为到了巴西要生活嘛，对啊，他们老公去店里面去做生意，然后老婆就在学校上课，然后老师的孩子免费，老师的孩子全部都免费。拜拜。前面就是圣保罗的地标啦，是世界上第4大的哥特式的教堂啊。它是1913年所修建的，花了40年才建好。这里呢，也就是downtown嘛，也就是相当于比较危险的地方，因为在周边可以看到这里的流浪汉会比较多的。2年多前呢，方总就带我来了这一家，到现在还是念念不忘。这一家就很实惠啊，一个人68币不到，然后随便吃肉啊，当然酒水是另算。这个的。OK， 就这个牛尾巴就已经值回这个价格了。OK， 哇，这个牛排也是很入味啊，看起来就觉得很好吃。干杯！在国内3个月不停的运动减肥，结果来这里几天就全部胖回去了。这个就是牛尾了，这里还有鸡肉，然后火腿，还有烧猪肉，还有鱼肉。那方总就是圣保罗最冷是什么时候？最冷是中国最热的时候嘛，8月份嘛。中国8月份，我们这里最冷。对，这是南半球跟北不一样。一般都要到6、7度、7、8度。哦，那也还好，最冷的时候才6、7、8度，所以7、8度好冷啊，穿2件衣服来讲。对，所以我觉得这边还是四季如春的。7、8度，也就是早上跟晚上，中午还是21度。哦，这样子。哦，它就是早上那么1、2个小时左右。哇，那真的气候太好了吧？是，真的很好。所以说这边的懒人也特别多，你看这边到处都是街友啊。这是周末共和广场的一个跳蚤市场啊，这多少钱？这个绿幽灵这个石头里面是它自己长出来的，自己里面长出来的，自己长出来的石头，这个里面有，这个里面好像有那种什么花纹，你看。对，每个花纹还不一样。6600。哇，这一个要6600了，这个。5700。啊，5700。在巴西的油价也是个谜啊，每个地方的价格差别很大。上次看那个6块多，这边你看才5块6，就是1升了。然后那个什么乙醇的话才3块7。在巴西啊，还有个现象，就每栋楼呢都有不同的绘画，你看这边的色彩都非常的丰富。这边是日本街，但是很多中国人已经移民到这边来了。你看它，万家超市啊，对，巨富楼啊。之前方总刚到这边，在这里打工啊。刚来巴西，打了3个月。这里是日本街旁边的一个水疗馆啊，也是一个按摩的地方。你看这边还是可以泡澡、游泳的。
这边是有价格，1个小时是200，中国计时的话要贵，中国计时要230，很难想象在巴西啊，就感觉在国内一样。我按得很舒服，穴位都按得到啊。这边都是有专门培训过吗？师傅领进门，OK， 开这个好啊。那我们这边有多少个技师啊？有20个的。那么你来这里多久了？来巴西？快6年了。出来太久了。哦，太久了。对。那你是多久回去家呀？我都没回去。那现在是家人亲戚都在这边？没有，就是葡萄牙语也是会说的呀？只会一点。一点。我看刚才你跟他们沟通的还可以啊。我不会，只会说工作上有一点。哦。那你在巴西6年有去过什么地方玩吗？就巴西境内？没怎么去。没有去。Where you come from? Peru? 巴拉圭。哦，巴拉圭 ，I see. So you speak Spanish? 但是像这边正常的一个巴西人或是乌拉圭人，他能拿多少？也有好几千的，也是如果说比较勤快的是6、7千。哦，6、7千，那也可以了呀。就是他们，但是有个别的他手法不太好是吧？或者是说，人家比较懒的话就会少。像巴西这边的很多帅哥都很就性格很开朗、很阳光，对吧？他们都是很热情的。就有没有巴西的帅哥追的？没有，我接触很少巴西人。巴西人的观念各方面跟我们中国不一样。确实，因为我知道就有好多是16、17岁就结婚，他不结婚就生小孩了。这边怎么说呢？每个人不一样，大部分的人来说，他们性格开朗，也很开放。那你有考虑找个巴西男朋友吗？不考虑。合不来，观念不一样也合不来。那你来这边6年多，有没有遇到一些治安的问题？我对遇到很少，但是都是听说的。听说自己没有亲身经历没有？没有。哦，那不好。因为你晚上想出门的话，基本经历这个东西的话比较少。哦。我们出门基本不坐公交，我们都是打的士、打5笔。我要稍微重一点。这边还有自助餐，就是像国内的简易版自助餐了。这里呢就是巴利斯塔大街啦，全程呢是有2.8公里的，是在1891年啊由乌拉圭人和他的朋友所修建的一条大街啊。现在呢已经发展成圣保罗的CBD 金融中心了。可以看到这边啊，哇，高楼林立啊，错落有致。在这里呢，就跟在圣保罗大教堂完全一个天一个地了啊！这边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城市了啊。路边呢也是有这种电动的共享滑板车，而且它很贴心哦，这边还有这种可以放手机的设计。我的无人机呢就是在警察旁边飞的啊，这边的警察非常好，我说能不能飞无人机，他说没问题，然后会帮我看着安全问题，然后要是有小偷的话，在他旁边就不会担心小偷的问题了。所以说为什么我比较喜欢在南美洲了？你看我随便飞，你在欧洲想都不敢想。在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还有这么大个公园啊，而且中间呢是可以骑单车的。这里呢就是圣保罗的艺术博物馆。Longe de casa eu choro e não quero nada. Que fora do chão ninguém quer e não pode nada. Sinto falta de São Paulo, de escutar na madrugada os bordões de violões e uma flauta chorar prata. Longe de casa eu choro e não quero nada. 南美的女孩子都落落大方啊，给我拍照，而且呢还给我那个糖果啊。她应该是那个 promotion girl 啊。哇，这里应该就是当时在这边所创立这条街的那个乌拉圭人的那个住宅了，我是猜的啊。牙膏贵的可以卖到1752支，依云的保湿喷雾是130。这边咖啡厅的价格，一个套餐一个21巴币，它是有一杯咖啡，还有一个面包的，价格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贵啊，环境是不错的。好啦，yeah, check please. It's okay, make a pic video. It's okay. Oh, thank you.
Quem me dera que hoje mesmo eu voltasse ao chão que eu me adoro. Pois longe de casa eu choro e não quero nada. Pois longe de casa eu choro e não quero nada.